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3.25，收盘价是264.3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8.04，最低价是在261.7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0.95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4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下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然处于短期的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那这样的一根线型啊，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天剑线。天剑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下方，含有很短的下影线。那天剑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这根天剑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通常天剑线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低档，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它将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当然，日后的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那么它将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78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下跌，收盘价会在262附近。实际在7月26日收盘价是在264.35，出现了小幅的下跌。那我们预测的下跌的收盘价点位和实际的收盘价点位相接近，并且呢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它都是收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我们预测这个会出现一个蜻蜓线，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变盘信号 K 线，而实际生成的是天剑线。同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实际发生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好，那由于目前股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7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出现上行，那也就是说这根天剑线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么向上的目标依然是299.29这个前高，因为只有站上这个位置，那股价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目标。
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1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包括缺口，还有这根1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对，这是1号趋势线。那这几个位置都会成为股价上行的压力。当然，还有一个前高，就是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73附近。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交点，也在这个位置。所以273附近呢，将成为日后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好，那股价一旦能够站上前高299.29，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那继续上行的目标仍然是314， 314是自2023年1月6日以来股价上涨的目标。对，因为它要收复自2022年9月21日以来的下跌。好，当然314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么股价再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那在这之前，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384，它是这个前高，那么这个目标只是它的一个压力位。好，目前上行的3个目标299、314和384。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是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54。因为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上方有了头低，下方再出现底低，将会确认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那短期空头趋势一旦被建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241。对，那241实际上是6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它也是一个前低。那一旦这个缺口被回补，或者说是被跌破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更深度的回档，接下来的目标是223。好，那股价目前在到达254第一个目标之前，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会成为支撑，包括这个前低是在261.75附近。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262，所以262这个位置呢，将有可能成为股价的一个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对于7月27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那我们观察的位置就是在前低262这个位置。好，那之前的一个交易日，之前的一个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67。我们说如果在267上方运行容易收高，在267下方运行呢会容易收低。我们会看到7月26日当日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的下方运行。好，那我们调整它到262。好，我们把262作为观察位的原因，一个是它是前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它也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如果在7月27日股价如果高开盘，我们看看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成为股价的支撑，而推动股价向上反转或者叫反弹。那如果股价出现了低开盘，那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而促使股价出现下行。所以呢，在7月27日能否收高或者收低，那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62，这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
上行和下行的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周 K 线图。在本周的周初，我们来回顾一下两条绿颜色的水平线是我们给出的本周周收盘价有可能在的位置，上方是有可能收盘在270附近，就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一点，也就是遇到压力收在它附近。那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我们给的是250，实际上是当周新生成10均值的一个位置。那股价如果收低呢，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中间的256是我们给出的前一周 K 线的最低，是作为观察线，也就是股价在本周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很容易收低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给出2个位置和一个观察线的回顾。那么对于因为临近周末，那么股价目前是在256上方运行。那我们认为，如果在本周四、周五股价继续在它的上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会再次测试上方的5均值，也就是在268附近。所以对，如果股价继续在这个区域运行，我们认为会收盘在270附近，我们仍然看好这个目标。当然，如果在周四，也就是明天开盘之后，股价是低开低走呢，那下方有可能会继续会测试这个10均值。那我们认为10均值在这个位置，也就是250附近，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好，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股价在本周应该是收在270到250之间。好，这样一来，其实所有的可能都被我们描述了。那我们实际上想说的是，目前股价如果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好，那由于目前也临近月末，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好，在月 K 线图目前还有3个交易日。那3个交易日呢，目前的这个线型是一根天剑线。天剑线，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目前是股价上涨到高点，那出现天剑线，它将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因为含有长长的上影线，上方是有压力的。我们会看到本月股价的最高是测试了我们定义的这个1号趋势线，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所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在这个地方是遇压而反转向下，目前是在前一个月 K 线最高的下方。那么3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我们说目前3个交易日，我们要关注在月 K 线图当中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前一个月的最高，也就是277。我们标注一个，我们把这条线标注出来，作为日后的观察。好，对。然后呢，下方我们要关注20均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20均值目前是在247.274，那正好是在250附近，所以我们把下方这个水平线标在250。好，我们标出来它之后，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月 K 线图，我们看看3个交易日股价是否能够
站上前高277，对，下方呢，我们认为在250这个20均值这个位置是能够支撑住股价的。那股价一旦出现下行呢，有可能会收在250附近。所以我们做出这2条水平线来进行复盘关注。对，那3个交易日呢，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交易日都复盘这2个位置，我们看看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再补充说明，如果股价能够收在前一个月 K 线最高的上方呢，那它将会出现一根蜻蜓线。当然，蜻蜓线出现在高位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收盘价过前高将会有利于在接下来一个月 K 线图能够去继续向上推高。当然，如果是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在接下来一个月的交易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回踩5均值。对，5均值在8月份，我们来看看，我们测算5均值在月 K 线图应该是在227。227到229，或者我们说在230附近。那如果继续在本月生成这样一根天剑线，那在接下来一个月，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有可能会回踩到230附近。对，好，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的描述。好，我们回到日 K 线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是在7月24日收盘价在269给出的操作建议。实际操作有可能是在7月25日盘前，也就是272附近进场5%。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前低254。在7月26日，股价仍然在254上方，所以目前没有止损出场，这个仓位是依然持有的。那到了7月26日，目前股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虽然呈现的量缩，但是我们说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出现量缩，在日后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高开高走，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所以说呢，在7月26日，我们给出5%的加仓建议。那理由就是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向上的继续反弹。对，所以在这个位置是收盘价是在264.35。那目前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夜盘时间，股价是在266.15。那么对，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5%，一共是10%。到了7月27日，那这个10%的仓位，它的成本价应该是在268.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高附近。好，那对于这10%的仓位，在7月27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254。对，好，这是对于这样一个多头仓位描述。当然，我们还要给出一个获利的目标位。
获利的目标位，之前我们这5%的仓位，我们给的一直是278。那对于目前我们加仓5%之后，已经达到10%的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的获利目标位是在272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前高附近可以获利出场。当然，如果不想获利出场，继续守止损，那么也可以等待日后股价如果继续反弹，可以继续等待加仓做多。当然，如果日后出现下跌呢，可以继续守这个止损位254。所以对于这10%的仓位，我们在7月27日获利的位置是272，目标位。对，好。那么在之前如果没有进场，说在7月26日这个收盘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264.35，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那目标位仍然获利的目标仍然是272，那止损位也是在254。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2个仓位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7月27日，如果出现低开盘或者小幅的高开盘，也就是在它的收盘价附近，会有空头进场。那么空头在这个位置进场，他们的目标位一定是254，或者是下方的241。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74附近。对，好，这是第一个空头。那如果在7月27日是一个高开盘，甚至如果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在到达前高272这个位置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是254。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280附近，或者他们会守这个缺口的中线285。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描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2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68，第二个压力位是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72到273之间，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73到275之间。那我们把它合并，第二个压力位是从272到275。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281到290，290实际上当日的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也在290附近。那下方的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62一直到上方的266。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是跨在前一日或者包含前一日的收盘价，所以5日均线值在7月27日如果股价是高开盘，它会成为支撑，但是如果是低开盘呢，它有可能会成为压力。我们还是把它定义为支撑的这个位置，是从262到266。第二个支撑是前低254，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41。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要给出2个方向，
那第一个方向就是股价会出现上涨，如果出现上涨，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甚至也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6，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75，然后收盘会收在272.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2，下方最低会到达250，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51附近。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好，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上涨也不出现下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向下。那如果是横盘向下，它有可能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在264.5附近，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8，然后收盘会收在262附近，在这个位置。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